龍躉、鮑魚、白鱔，點樣成為大排檔入邊翻牌率最高嘅菜式？任何大時大節，人哋普天同慶，我哋一定開工。塑料凳、摺疊台、猛火滾油，睇老廣點樣打造屬於自己嘅宵夜江湖。老廣的味道之宵夜。商品經濟發達嘅廣東，白晝綿長悶熱，以勤勞著稱，經常勞作到半夜嘅老廣，捱更抵夜，飢腸轆轆，最早催生夜間飲食嘅生意。夜間美食對於係對白天勞作汗水嘅致敬，亦都係增進友誼、洽談生意嘅橋樑。喺盛夏嘅南方，伴隨老廣嘅唔單止係酷熱綿綿，更加係無法躲避嘅狂風暴雨。15、16號颱風相繼來襲，令到原本熱鬧非凡嘅海陵島異常平靜。客人一般嚟呢度咧都係美食沙灘沖下浪咁。平時咧我哋呢邊咧都坐滿好多客人㗎，都係呢次嘅颱風影響到我哋呢邊嘅客人咯，基本少咗2/3咁。韓真，陽江海陵島上嘅美食創作者，每年至少有20萬旅客品嚐過佢嘅手藝。同其他美食創作者唔同嘅係，佢施展廚藝嘅地方喺大海上。成個島就係得9間海上大排檔啦，我喺啲海上大排檔度都支持到10幾年啦。11年嘅海上掌學經驗，練就出韓真對海鮮烹飪嘅精準把握。尤其係海陵島上嘅各種蟹，無論邊一種食法，都可以令到食客們垂涎欲滴。依家休漁期，加埋啲颱風影響，海鮮嘅種類都比較少。但係最想要嗰種沙蟹啊，同埋啲石頭蟹啊，而家休漁期都叫唔到，要等開漁期先可以叫到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韓真只能夠將希望放喺1年1度嘅開漁節之後。但係天公不作美，開漁期將近，颱風就嚟湊熱鬧。又推遲咗呀！雖然仲有2日先可以出海，但好多漁民都已經按捺不住，冒住強風暴雨喺各自嘅船上張羅住出海嘅準備。好記住啊，唔好船開帆啊！滾救南海知位大神，今日喺南海開漁，保有漁家千情萬里。16號颱風嘅尾巴仲未越過海陵島嘅上空。開漁節嘅漁期比原計劃遲咗1日升起。天氣雖然不太似預期，但係3個半月嘅漫長等待，總算係畫上咗個句號。千帆起航嘅宏偉壯觀景象，再一次上演喺海陵島上。漁民們帶住期盼，開始咗新一輪耕海牧漁嘅勞作。海島咧嘅天氣比較炎熱，所以我哋最忙嘅時間段就係晚飯同埋宵夜。趁住開漁節嘅熱鬧，午飯過後，韓真亦都駕船出海碰下運氣。最希望咧就係捉到一種好似麵包又好似饅頭咁啲蟹啊！呢種蟹呢，相對青蟹嚟講都比較難捉。韓真口入邊話好似麵包同饅頭嘅蟹，其實叫做麵包蟹，又叫做黃道蟹。圓碌碌嘅外形，身大腳細，行動好緩慢。因為體型限制，導致佢唔中意做運動，全身都儲滿肥膏，號稱膏蟹之王。應該都有。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，都有麵包蟹。今日都應該有啊。有，今日天氣咁好，應該都有嘅。麵包蟹嘅捕捉只能靠拖網或者放籠，定位、落網、放網、拖網、起網，
經過半個鐘頭嘅緩慢拖行，第一網準備拉起。哇，有啊！我啲麵包蟹仲有魚，哇，犀利咯！嗰啲蟹呢啲月份咧就唔係好肥，就好瘦。如果遲一排咧，應該係好好噶啦。起咗網2次，好少收穫。韓真帶住小息嘅失望打道回府。開漁節嘅第3日，17號颱風又要正面襲嚟，漁船紛紛回港避風。哇！點解咁少嘅？咁細嘅？我打颱風啊！冇俾嘢啊！漁民俾韓真帶翻嚟嘅麵包蟹雖然唔多，但係亦都可以暫時解下口癮。韓真迫不及待咁開啟咗爐灶，開始佢最拿手嘅黃金蒜蒸蟹同麵包蟹焗飯。俗話講得好，入秋之後係蟹肥膏滿嘅季節，但係面對麵包蟹就啱啱相反。呢個時候嘅麵包蟹只係膏肉潔白細嫩。首先燒開個鑊，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，再倒麵包蟹啲膏落去，之後倒埋啲蟹肉、蟹殼一齊炒香點香，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飯度啦。呢煲嘅飯咧就吸晒啲麵包蟹啲海鮮啲鮮味，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，就係特別香、特別好口。忙完最後一張單，韓真親自下廚，用來之不易嘅食材製作自己嘅野宴。新鮮啲麵包蟹啊，試下，試下呢啲啊！同並肩作戰多年嘅兄弟們一齊分享。佢知道賺錢賺幾多都係強求唔嚟嘅事，唯願一日4餐不苟且，先至係平凡人生最大嘅福氣。汕頭係中國宵夜愛好者嘅朝聖之地，其中有以潮汕砂鍋粥最為出名，全因潮汕人獨創嘅粥底。粥喺各種各樣嘅食材相遇之後，產生奇妙嘅變化。但係40年前嘅潮汕地區並冇用砂鍋嚟熬粥嘅先例。馬上做，我做完沒給佢講。魚翅鰻魚粥，每天晚上最後一碗粥都是煮給我媽媽做夜宵吃的。將最好嘅一份材料留低煮每晚最後一鑊粥俾媽媽食。呢一份小小嘅孝舉喺潮汕蠔江呢一家小店入邊延續咗有10個年頭。同其他宵夜檔一樣，從傍晚5點到凌晨4點。11個鐘頭嘅忙碌，對於經營砂鍋粥店嘅吳朝琪嚟講，並唔算結束。每一個新鍋買回來的，我都要檢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這個有裂痕，不要。呢一家20平方米唔到嘅小店，由吳朝琪父親創辦，靠住一個小小嘅砂鍋營業咗22年。今年30歲嘅吳朝琪長學已經有10年。我從16歲出去外地打工，20歲回來接手父親的手藝。吳朝琪啱啱滿20歲嗰一年，遠喺馬來西亞嘅佢接到父親病逝嘅消息，當即辭去他鄉嘅工作，奔赴回國接手父業。一些衛生啊、質量啊，回來改動了一下，魚的質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親那個時候是跟供應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貨。買魚是要靠運氣的。從蠔江到汕頭海鮮市場整整20公里，為咗尋求一手好食材，呢條夜路吳朝琪走咗10年，風雨無阻。一大早嘅海鮮市場人頭湧動，要喺眾多早起嘅覓食者手上搶到理想食材，
除咗講經驗，仲要睇運氣。誒，指咗好呀？是啊，乜劍劍，好似啱啱就跟住少一次，咁多就好。next one nice。用各種魚嚟煮砂鍋粥，係吳朝琪接手副業之後嘅新亮點。但要揀同處理各種唔同嘅魚，並唔係一件輕鬆而簡單嘅事。表面就有一層沙，它一定要加過經過熱水處理，才能把這一層沙洗得掉。出出入入，穿梭喺市場入邊，所需食材到手之後，天都已經光啦。買來魚呢，要先開肚，把肚子裡面的內臟全部清理出來，然後我們再擦掉裡面內臟的那些血水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冰箱了。下午再來處理。魚如果唔及時處理嘅話，腥味好難去除。將所有嘅魚做咗簡單嘅清理，14個半鐘頭嘅忙碌總算告一段落。到咗晏晝4點，對於阿琪嚟講，又係新一日嘅開始。同第啲砂鍋粥唔同嘅係，阿琪開店之後嘅第一件事，唔係浸米，又唔係切魚，而係煮滷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鍋粥都是以海鮮為主，海鮮它裡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這個滷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補充裡面的脂肪，然後讓口味變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鍋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們這邊呢就是用豬骨頭、黃豆還有大米去熬骨湯，用這個湯底來煮一份砂鍋粥。這鍋湯呢大概熬1個半小時。魚乾粉係阿琪父親留低嘅秘訣，將放魚乾用花生油炸透炸乾之後，再磨成粉，再用以添加喺粥入邊提鮮。所有必備嘅材料準備就緒，妻子就開始浸米，阿琪負責切魚同肉，忙碌當中默契無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鐘，然後水開的時候再倒進去。第二次水開了，再去過那個冷水，讓它冷卻一下，就變成那個半生熟米。喺40年前，潮汕人並冇用砂鍋煲粥嘅習慣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到外經商嘅潮汕人見到廣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闊身嘅砂煲嚟煲湯，善於變通嘅潮汕人就用砂鍋嚟用作煲潮汕粥。從此之後，潮汕砂鍋粥香飄全國。吳朝琪選擇細砂煲，可以均衡持久咁將熱量傳遞到內部，相對平衡環境溫度，有利於水分子同食物嘅相互滲透。滲透時間越長，鮮香成分日出得越多，煨出嚟嘅粥就會越香醇。我們潮汕話有一句叫“煮糜無卡，36個架”。想煮好一鍋粥，烹煮嘅步驟並唔可以隨意。第一係旺火煮沸，呢個時候要用手殼不斷攪拌，將米粒之間嘅熱氣釋放出嚟，粥先唔會燶，米粒亦都唔會黐鑊。第二係轉細火慢熬，減少翻攪，先至唔會將米粒攪散，從而令到粥變得太過濃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之後，潮汕砂鍋粥幾乎乜嘢材料都可以放，只要你諗到，老闆都可以滿足個人需求，而且做出嚟嘅粥鮮香無比。煲砂鍋粥雖然慳時，但係就唔慳力。一家3口從晏晝5點一直忙碌到凌晨時分，爐前爐後嘅艱辛，只有個中人先至會體驗到。飲食店就是這樣的，一忙起來就是全家總動員，辛苦啊！但是只要客人說開心，我就覺得還好。一家店一碗粥，3個人。與其話為咗父親嘅祝福，仲不如話為咗一家人嘅穩定生活。一鑊暖意濃濃嘅夜粥，揚名潮汕。呢個亦都成就咗吳朝琪嘅人生。喺距離汕頭800公里外嘅湛江，
被譽為南方嘅海鮮王國。慶會不可無詩酒，宴席當須有肥蠔。冇品嚐過湛江炭燒生蠔嘅味道，就等於冇嚟過呢一座城市。但係湛江生蠔又點止炭燒呢種做法呢？喺深夜時分，各路口味刁鑽嘅夜食者陸續結束夜生活嘅最後序曲。經營夜食店嘅黃志德將最後一枱客人送走之後，但係就冇就此結束一日嘅忙碌。我有人咩佢話都有個腳頭嚟做佢睇嚟試試，嗰啲妥嘅温度，你要佢之後嚟做。可以啊，可以試。對啊，讓佢試試下。你哋係做下個？呢個我啲農人都可以啊，我都加嘅可能加嘅嗰個成手。誒，路車加成手辣下個農人一個好嘛嘅。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呢一啲睇似簡單嘅烹調方式，係黃志德同後廚反覆鑽研咗2個幾月嘅成果。愛好總可以激發人嘅無限動力，餐飲者總係避免唔到要同時間賽跑。黃志德，湛江人中意叫佢做豪爺。原本喺廣州做廣告設計嘅佢，12年前唔顧家人嘅反對，回鄉做起咗湛江生蠔嘅小生意。每年嘅6月到8月係湛江生蠔嘅繁殖期，亦都係黃志德最操心嘅時候。點樣喺生蠔既瘦又細嘅時候留住食客嘅胃？呢個係一道大難題。我作為湛江人呢，我是特別喜歡吃生蠔。每次吃生蠔呢，我就想到燒烤。但是我想湛江生蠔這麼好吃，能不能多點做法，多點吃法？所以呢，我就邁出了第一步。開車15公里遠，黃志德嚟到最熟悉嘅湛江通明海灣。創業一開始嘅時候，為咗尋求優質蠔源，佢跑勻湛江所有鹹淡水港灣，最後喺呢一度同蠔民秀哥相遇。進入到農曆5月，港灣入邊嘅所有蠔民都忙於收排夏苗。明知冇蠔可以買，黃志德仲係隔三差五咁前嚟拜訪。我們是為了看看它這個水有沒有被污染，還有那個蠔長得樹好不好。生蠔係非常古老嘅食物，喺湛江瑞溪曾經發現咗有7000幾年前嘅蠔殼。蠔屬於濾食動物，以漂浮嘅藻類同微生物為食。佢通過震動腮上面嘅纖毛，喺水入邊產生氣流，令到水進入到腮嗰度，然後通過纖毛嚟篩選水入邊嘅漂浮粒物進食。一隻成年蠔1個鐘頭可以過濾10斤海水。生蠔從幼苗到分苗，再以串連釣養嘅方式移到深海處，成個過程需要7到8個月。打得公碗夠啊，買錢就一個對鵝性長條好，對一個容易 keep 住一樣環更加應人。飽食蠔口、洋流、颱風帶嚟嘅微生物，一隻肥美嘅湛江蠔需要釣養2到3年。而一般生蠔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。自從湛江瑞溪縣第一個炭燒生蠔問世，少野入邊嘅炭燒湛江生蠔嘅熱度就從呢個偏遠小城蔓延開去，並且持續咗有近40年。
雖然有歷史，但係湛江生蠔一貫被落下難登大雅之堂嘅印記。近10年嚟，黃志德正喺度努力改變呢一種印象。我是選最好的蠔，然後在蠔清洗的過程呢，我就費的比別人的成本都高很多。全都是用機器啊，還有再經過人工手刷，還有流動的手不斷地在刷洗它，表面的泥全部擦得乾乾淨淨。用廣告人嘅思維同審美創造美食，從裏到外，俾湛江生蠔帶嚟新元素同新標準。傳統的基本就是蒜蓉，因為蒜蓉呢，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氣嘛，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水果來代替這個蒜蓉，所以呢研究出來有幾種呢，大家都蠻受歡迎的。從蒜蓉蠔到水果蠔，從芝士蠔到酸湯蠔，從廣告人到燒烤佬，再到生蠔專門店創始人，黃志德整整用咗11年嘅時間，將單一嘅炭燒生蠔做成咗月下蠔宴。那個水瓜哦，哎呀，媽，遲下嘅那個一件啱啱前咗嘅要嚟照我，做到咩前咗佢咯嚇，因為熱愛，黃志德既將開店做蠔做成咗謀生嘅手段，更加實現內心理想嘅寄託。喺煙火繚繞嘅日常入邊，我哋見到宵夜界當中新一代嘅堅持同創新。位於新興縣西南部嘅大江鎮，青山綠水嘅生態環境被視為珠三角嘅後花園。平時都係去行山㗎，有時行山中意去河卡下底有冇啲咪咪。喺呢一個後花園長大嘅吳新林係大江鎮出咗名嘅山人。佢嘅出名唔單止因為佢一得閒就中意往山入邊跑，而係佢敏鋭嘅食覺總可以挖掘出山溪入邊嘅美味。以前呢隻生活困難啦，7口人，父母兄姊妹，當時梗係食唔飽啦，揾下山乜你講佢先捉下魚、捉下蝦，係咁揾餐。因為要填飽個肚，所以成日往山裏跑。以前嘅習慣跑成咗如今嘅愛好。而每次上山，吳新林總係會自然而然咁帶翻一包柚梨，將柚梨半遮半掩咁鋪喺山溪入邊嘅石罅嗰度。有3幾分鐘得嘅，又行出去食嘢咪捉住佢咧。唔到10分鐘，小型嘅山螃蟹沿住柚梨四伏而出。有時有幾間，有時候3斤咧，講咧捉餐啦。本來成捉咧坑螺個，20你真係捉唔到，捉咧3粒嘛。吳新林帶住些許嘅收穫同少許嘅遺憾，結束咗一日嘅忙碌。無論身居高山，抑或係依傍大海，老廣對於呢一日當中嘅第4餐，總係充滿住激情同期盼。嗱，今日冇成日要呢個貨噃，等你沙拉啫噃。哇，今日你有啲貨咧，好多啲咧，點會晏仔㗎啦嗰度啦。哦，兄弟啊，今日10點鐘過嚟食宵夜啊！山螃蟹，當地人被稱之為哈乸，雖然體型好細，但係有住豐富嘅蛋白質、脂肪同多種維生素，有清熱散血嘅功效。一日忙碌落嚟，總係掛住一啲地道嘅美味嚟慰勞疲倦嘅身軀。即將進入大山嘅宵夜時段，當地嘅鄉廚盤勤恩用自己特有嘅方法嚟烹調呢一餐嘅宵夜。今日阿林哥做的蝦辣會啊，好靚㗎，俾林哥食先啦。油炸蝦乸、蝦乸雞蛋湯、欖角炒米粉，雖然都係新興宵夜嘅特色，
但係喺吳新林同盤勤恩嘅心中，少咗山坑螺嘅味道同啜螺肉嘅過程，總係感覺唔夠完美。我哋成日做喺山坑螺㗎嘛，佢入邊啲水多，啲多睇唔到。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，雨水比較多，山坑螺比較難捉啲。大家聽日去繼續，後日中秋節啦，大家揾坑螺，大家飲杯追住哦。聽日就係中秋節啦，除咗必備嘅月餅之外，新興人嘅賞月餐台上面更加唔少得鮮味嘅紫蘇炒螺。山坑螺中意棲息喺砥礪、富含腐殖質嘅乾淨水域環境，經常以泥土當中嘅微生物同水中浮游嘅植物、幼嫩嘅水生植物、青苔等為食。山坑螺晝伏夜出，體型小巧尖長，顏色同溪流當中嘅石頭相近，想喺白天摸到佢哋，豐富嘅經驗先係關鍵所在。靠自己啲眼力睇啦，都係日頭全部要靠飯食頭搬樹葉搬出去㗎。陽光明媚嘅正午，山坑螺偶然會冒出嚟享受日光浴。對於吳新林嚟講，4個鐘頭嘅反覆低頭彎腰，總算係有啲收穫啦。攞啲清水隔天靜養，等佢吐清雜質，吹去泥味，係一個不可缺少嘅過程。1年1度嘅中秋佳節，紫蘇炒山坑螺係新興人民最佳嘅賞月美食。山坑螺屬於風寒食材，而紫蘇葉可以驅寒，兩者嘅結合屬於食療入邊嘅黃金搭檔。辣椒、椒蓉、薑絲同埋紫蘇。喺舊陣時，山坑螺係俾人們填肚嘅湊合之物。時至今日，佢已經演變成新興人嘅心頭好。而喺烹調上，除咗有傳統嘅紫蘇爆炒之外，仲創新咗唔少嘅搭配，例如山坑螺炆雞、山坑螺豬骨湯，從螺口嗰度輕輕一啜，順勢滑入口入邊嘅螺肉，細嫩異常。山坑螺唔屬於名貴食材，最多只能算係家鄉美味。但係每一個新興人都愛佢嘅鮮、爽同香，呢個亦都係吳新林向往大山嘅原因之一。宵夜嘅煙火氣息，總係增添人們嘅情感同歡樂。而喺快節奏嘅香港，更加係宵夜嘅發源地。絡繹不絕嘅腳步，川流不息嘅車流，邊走邊食嘅美食。上世紀70年代以嚟，效率成為香港嘅一大標籤。然而，交通之快、行走之快、食飯之快，都只係港人生活晴雨表入邊嘅一面。當夜幕降臨，宵夜檔前嘅港人就會回歸到一日當中最悠閒嘅狀態，3、5知己相聚一堂，慢慢品香進食。 5點零鐘、6點鐘收咗工，咁啊行過嚟3、5知己飲杯啤酒啊，吹下水啊，咁啊又係一日啦。其中港人最向往嘅美食，當屬大排檔風味。塑料凳、摺疊台，普通嘅食材喺火光四濺嘅炒鑊當中，釋放出江湖氣息，人間煙火不絕繚繞。呢個就係香港大排檔嘅印記。鼎盛時期，全香港路邊排檔有800幾家，因為政策管制，如今擁有牌照只有26家。我喺呢度啟業村經營呢個大排檔呢35年㗎啦，街坊小菜至緊要平靚正。今年63歲嘅老爾旭親歷咗香港大排檔嘅各種變遷。
從1983年開始，呂義翁就以排檔風味搬入大型屋邨。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佢有一個公共屋邨，咁佢就會起1個至2個呢啲，咁每一個入邊會有4個鋪位，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。喺舊陣時，路邊大排檔早已經被屋邨冬菇亭所替代。全香港有200幾個冬菇亭熟食檔，可以存活30-40年屈指可數。呂義翁嘅勝利大排檔卻一直被街坊追捧。每日晏晝2點，呂義翁總會出現喺街市。西芹就呢啲菜心咧，嗱起菜花嗰層咧就唔好用啦。你見到呢啲花嗰啲，你又撥開佢攞啊，嗰啲未開花嗰啲。每逢假期，大仔呂超庭就會跟住阿爸身後嚟偷師。呂超庭深知對食材嘅辨別同揀選，父親有住獨到嘅眼光。我7幾年嚟香港做咗成7-8年街市，咁啊變成對呢一方面咪有認識咯。7年街市生涯，練就出呂義翁對食材挑選標準嘅苛刻。每一塊肉、每一條菜，甚至係每一條葱，都必須要經過自己嘅手先至放心。呢啲係盲酒，攞翻去一陣間就死嘅。但係呢隻係咧就肥，又夠肉。千挑萬選，合適最好。2個鐘頭嘅挑食任務結束，兩父子馬不停蹄就趕返到排檔，準備迎戰繁忙嘅週末晚市。龍躉、龍蝦、鮑魚、白鱔呢一啲大酒樓先會有嘅食材，竟然以呂義翁嘅大排檔入邊係最受歡迎嘅菜式。港人中意打邊爐，呂義翁最先諗到係推出龍躉火鍋，但係呢個火鍋並非係湯底加魚片咁簡單。肚腩嚟講咧就拉油，啲肉咧彈起啊嘛，跟住啲河腩就煎嘅，跟住我哋有好好到個龍湯喺度啊嘛，跟住啲肉飛上去落底。258蚊嘅龍躉火鍋套餐一推出，街坊蜂擁而至。呂義翁又大膽推出黑松露碧綠蝦球、竹笙海皇翅拼鮑魚花菇鵝掌同蝦多士等新菜式，咁樣100-200蚊就可以令到食客喺大排檔嘅夜市入邊嘗到星級酒樓嘅味道。以呢個套餐嘅形式，等啲街坊多啲選擇啦，又唔使諗得咁辛苦。喂，呢幾個餸，咁又價錢又平啲啦，食套餐就薄利多銷啦，所以維持到咁多年啦。從晚上7點到凌晨1點，呂義翁父子2個相互協調跑勻全場，後廚培哥負責廚房總把控，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其實做呢一行好慘嘅，特別做我哋呢啲，任何大時大節你就要做，人哋普天同慶，我哋一定要開工。睇似唔起眼嘅大排檔，實則唔簡單。價平量中，鑊氣要夠，食得夠爽，飲得要嗨，呢啲都係大排檔嘅獨有標籤，亦都係宵夜文化嘅一個發展同傳承。即係你話喂呢個大排檔咁樣，我哋做咗30幾年，咁我哋他朝有一日真係爸爸話唔做，咁我願意做嘅。品嚐一座城市嘅本真，需要行走宵夜江湖。一張張老舊嘅台，可以編織出一段段動人嘅故事；一陣陣猛火滾油，可以翻找出人間溫度，意義放鬆而密切。好食嘅，除咗宵夜，仲有呢一份暢快同溫情。